你明明拥有能召唤须佐能乎的万花筒，却被邪恶的千手飞剑偷袭重伤。只因这个世界的全奈没有飞雷神情报，所以当你穿越成现眼后的全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移植新的血轮眼，从而干掉那恶的飞剑，拿下整个木叶村。初代火影是千手柱间，我们认了；二代火影必须是我们宇智波一族。灭志村收服猿飞漩涡，木叶跟火之国都是宇智波的囊中之物，从而一统整个忍界。而此时刚穿越过来的你，正思考着接下来的剧情。如果没算错的话，自家大哥有了永恒万花筒后，依旧不敌千手柱间，然后两族结盟，木叶村建立。但是木叶的建立只是宇智波一族消亡的开始，而且和平并未持续太久。更大的战争在千手柱间逝去后拉开序幕，比战国时期更加惨烈的忍界大战爆发。这时一道细微的破空声传来，然后你轻声道：“是大哥来了吗？”是我。来人正是宇智波一族的最强者宇智波斑。1个月前的夜晚，他被族人禀报说全奈复活，惊讶和喜悦瞬间充斥他的内心，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冲了出去。他和族人在河边找到了晕倒的我。全奈的死一直都是斑心中最大的痛。当初他们是5个兄弟，常年的战争，最后只剩下他和全奈。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誓要保护好这个弟弟，可最后他面对弟弟将自己的万花筒献出，让自己用他的力量保护好一族。我似乎感受到自己大哥的情绪，嘴角闪过一丝笑容，说道：“大哥，你有些多愁善感的啊。”当听到我的声音，斑立刻回过神，也笑了一下，说道：“没有，我是太高兴了。全奈你能活过来实在是太好了，接下来好好休养吧。给你移植的血轮眼，想必再过些天你就可以康复。”哥哥，千手一族知道我去世的消息吗？斑摇了摇头，应该是不知道。不久前我们和千手一族的战争刚刚结束没多久，自己被飞间这个阴险的家伙偷袭重伤。不过上一场战争我们一族损失惨重，千手一族的族长也就是千手柱间送来了和平盟约，建议停止这场战争。我轻抿着嘴巴在思考，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任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宇智波一族已经不能跟千手一族对抗，加上千手兄弟的愈发强大，宇智波颓势必不可免。什么议和真是搞笑，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有资格议和，和就是降就是和，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说的好听一点罢了。自家大哥打不过千手柱间，自己这具身体之前也是被千手飞间重创，等于宇智波一族最强大的2个战力都被人家压着，所以族内才会有这么多人想投降，毕竟大家都想活着。我轻笑一声反问道：“哥哥，战争已经让我们失去太多了，现在和平的黎明即将到来，你是怎么想的？毕竟现在我们一族的族长是你。”斑回答道：“和平是太遥远不过的事情，如果真的有机会，我想牢牢抓住它。全奈，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唯一的亲人。我也想保护好我们宇智波一族。”果然我已经预料到自家大哥的这个答案，说到底他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和平的，不然他也不会和柱间相互理解，一同创建木叶。自己这个大哥能打是真的，但是论起政治头脑真是一个小白。想到这里，我坚定地说道：“哥哥，和平协议可以签，但绝对不是现在。如今的宇智波一族处于劣势，你和我暂时都不是千手兄弟的对手。如果贸然签订协议，日后我们一族必然丧失话语权。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所以哥哥，我们需要等我们跟千手一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和平协议才可以签订。”斑有些失神地看着自己的弟弟，他突然有一瞬间觉得弟弟好像成长，目光长远，看得比自己这个族长更加遥远。斑摸着我的头发：“哥哥听你的。”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逐渐康复，思考着如今只有一双普通的3勾玉，如何才能打败飞间争取和平呢？3天前，你派人给千手一族送去过2封信，现在也该有回音的时候。果然没多久，一名宇智波的少年来到此处。全奈大人，千手一族给我们回信。我打开2个信封，内容如我所料。我看着2封回信的内容，狠狠地握紧了拳头。我用脚趾头想就知道，这2封信千手柱间肯定没看，回信也绝对是飞间一人，邪恶的千手飞间。其实我第1封信是准备给千手柱间的，上面说了想跟千手一族好好和谈，一起平等创立村子。飞间直接回了4个字：痴人说梦。而另一封信是我给飞间的，约他2周后决战。很快2周后，今天我与千手飞间决战的日子，这场决斗是为了宇智波一族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虽然千手柱间送来了停战盟约，但是我作为前世知晓一切走向的人，一个战败的族群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宇智波一族将会彻底被排挤出木叶高层，甚至都没有后来加入的猿飞至村一族地位高。如今要改变一切现状，他和自家大哥必须要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千手兄弟，最起码也要打平。和平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这个任务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很快我来到和飞间决斗的地点，突然3把苦无向我射来，我立即避开，紧接着一道身影凭空出现，我嘴角一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这不是飞间大人吗？在远处观察够了，舍得出来了吗？飞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应我的挑衅，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是眼神深处的一抹诧异还是出卖了他。想不到全奈这家伙中了我的飞雷神斩，恢复得这么快，没感知到他的虚弱，是遇到了什么厉害的医疗忍者？我捕捉到飞间诧异的眼神，笑道：“很奇怪吗，飞间？上一次是你飞雷神信息差，这次可没那么好的机会了。”虽然这么说，但是我内心深处的无比凝重。此前拥有万花筒的他，都差点被飞间这家伙用飞雷神干掉，这次没有万花筒，战斗将会更加凶险。飞间眼神逐渐冰冷，武士刀出鞘。
那就让你再见识一下我如今的实力吧。我瞬间化作一道疾风，手中飞出几个手里剑，飞剑用手中的武士刀将手里剑一一击落在地，随后直指我而来。好快，邪恶的千手飞剑，果然不愧是忍界第一神速。但如今的我感知力已经非比寻常，刹那间，我握着手中的长剑，直刺向飞剑的咽喉，飞剑也迅速拿剑向我回击。空中的一声破裂声，飞剑的身形在空中竟然直接消失。在那一刻，我再也感觉不到飞剑的气息，仿佛对方已经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你迅速闭上眼睛，感知力瞬间探查整片山林，突然感到右向有一丝微弱的移动。我顿好火球之术，带着炽热的温度向前冲去，将周围的一切都吞噬在火海中。你这番举动意在打乱飞剑的飞雷神孔，从而限制飞剑的行动，且绝对不能让飞剑在自己的身上刻下飞雷神印记，否则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水断波。这时身后传来一道的冰冷声音，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瞬间避开了那道水柱。随即我双手迅速结印，火遁好火龙之术，一条条炎龙直奔飞剑。水遁水冲波，飞剑也展开了反击。随着他的喝声，周围的水分瞬间凝聚起来，化作奔涌的水柱与炎龙相撞，巨大的烟雾腾空而起，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而我拥有血轮眼，仅凭一丝细微不可见的查克拉波动，就捕捉到了飞剑的位置，手中长剑直刺过去，砰的一声轻响，只见飞剑突然化作一团烟雾散尽。我一惊，原来是影分身。飞剑大人，你有点狡猾啊！飞剑惊讶暗道，这明明是自己不久前开发的忍术，从未对任何人展示过，全奈是如何得知的？很奇怪吗？并不是只有你才会。我心中道，飞剑这家伙开发出来的术，几乎就是针对宇智波而生的。影分身、血轮眼看不穿，水遁专门克制宇智波的火遁，飞雷神、时空间忍术克制血轮眼的洞察力。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全奈了，我掌控的情报可以说是最强的。飞剑迅速结印，随着一阵烟雾的弥漫，飞剑身边瞬间出现了几个分身，嘴角挂着一丝冷冽的笑意。影分身同时扔出手里剑，这些手里剑在空中一画二，二画四，转眼间就变成了成百上千。我捕捉到了每一个手里剑上都刻有飞雷神的印记，立刻明白飞剑的意图，还想故技重施，用飞雷神斩一击必杀，真是邪恶的千手飞剑啊！我立即调动查克拉，火焰犹如一条火龙在地面狂舞，手中的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火焰，火焰溅起，那些飞来的手里剑和影分身一一吞噬。飞剑一惊，全奈这家伙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火？飞剑不要顾头不顾腚，我瞬间出现在飞剑的身后，手中的烈焰长剑直指飞剑。突然飞剑的身体化作一团烟雾消散，可恶，是影分身。这时一枚手里剑突然从我面前而过，糟了！飞剑瞬间出现在我的面前，手中的武士刀直刺向我的心脏。我猛地抓住飞剑持刀的胳膊，另一只手拿着长剑对准飞剑的脖颈。飞剑见状，另一只手握拳凝聚查克拉，对准我的胸口猛烈轰击。一声巨响，我被这股巨大的力量直接轰飞出去，摇了摇晕乎乎的脑袋，一直提防着飞雷神，忘了他还有怪力。接着飞剑又甩出几枚手里剑，同时身形跳跃，迅速来到了我的上空。他高举武士刀，准备将我一剑捅穿。我嘴角一笑，预判到飞剑接下来肯定是用飞雷神二段。我迅速避开手里剑，就在飞剑重新出现的瞬间，我的双手精准地夹住了飞剑的刀，紧接着一脚向飞剑踢去，飞剑瞬间流出一大股鲜血，整个人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远处的树干上。随后我出现在飞剑的身边，上路吧，飞剑。飞剑却露出了一个冷冷的笑容。我看上路的是你啊，全奈。突然我的腹部被一把剑贯穿，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一个飞剑。原来如此，我没有任何犹豫，同时长剑也刺穿了眼前的飞剑。眼前的飞剑化作烟雾消失，我再次刺向了身后的飞剑，瞬间两个飞剑的身体都被刺穿。飞剑瞪大了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目光。早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刚刚一直提防着你的飞雷神二段。全奈，没想到经过上一次战斗，你把我的飞雷神差不多摸透了呀。接下来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我微微闭上眼，再次睁开时，只见我的三勾玉血轮眼突然发生了变化，上下两片花瓣紧紧闭合，中间形成了一个闪电形状，新的万花筒诞生。不好，是万花筒血轮眼。飞剑暗道不好，全奈瞬间一个猛踢，将飞剑踹出数米外。哎呦，看来我们的飞剑大人也到了极限啊！飞剑缓缓站住。全奈，这不是你之前的眼睛吧？你之前的眼睛呢？我之前的眼睛移植给了我哥哥，他获得了永恒的万花筒。飞剑，你一直在研究我们宇智波一族，你能看到这双眼睛最终的走向吗？飞剑神色冷漠。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你们宇智波一族向来狡诈，看不看到你眼睛的走向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你今天会死。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飞剑大人哪里来的勇气。今天我和你之间的战斗将会决定两族未来的命运，我也会守护宇智波的未来，同时也会迎来一个新时代。说完，我的左眼中万花筒快速旋转，长剑带动身体瞬间消失，如同在空间中打开了一道口。剑位置，剑气已至，飞剑感受到了那股威胁，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悸。好快的速度，比刚刚上升了一个次元，堪比是空间忍术了。随后启动了自身的空间忍术，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闪现到了全奈的身后。武士刀直刺向全奈，我瞬间便将手中的长剑背向身后，剑与刀相撞，两人同时向后退去。飞剑心中却是波涛汹涌，刚刚交手的瞬间，能捕捉到全奈速度瞬间激增，快到超越了肉眼能捕捉的极限。这种速度必然是万花筒的能力。真不愧是千手飞剑，交手的一瞬间就察觉到我的能力。全奈讥笑道，但是内心却无法平静，这个飞剑分析情报的能力太强了。时间不多了。
了，继续再持久战下去，对自己肯定不利。想到此，手中的长剑在空中舞动，同时右眼的万花筒快速的跳跃了一下，飞剑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全奈身形迅猛逼近，巨大的烈焰溅起，飞剑无法完全避开，脸上还是被剑气所伤，心中越来越凝重。从看到全奈启动万花筒的那一刻起，他就感觉到了一股压迫感，亲眼目睹了全奈的速度急速提升，仿佛跨越了空间的界限，每一次的挥剑都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力。飞剑心中思附着全奈的万花筒能力，左眼加快他的速度，而右眼的能力似乎可以让自己施展出来的术威力放大，普通的剑气斩击绝对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绝对是他右眼的能力。如果能放大施术的威力，是不是意味着可以缩小？那么是针对施术者本身，还是敌人的也可以？既然那样的话，水遁水龙弹之术，来吧，让我看看你的这双全新万花筒真正的威力吧。全奈右眼猛然一瞪，只见那条水龙在空中迅速缩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压缩，化作了细小的雨滴。果然，全奈不仅仅可以放大自身施术的威力，还可以缩小对方施术的威力。既然如此的话，水遁水镇住，水遁水龙弹。飞剑再赌全奈右眼的放大缩小的能力是否有时间间隔。全奈眼神一冷，右眼的万花筒的光芒闪烁，巨大的水冲波被这股意念切割了一半，消散在空气中，另一半的水龙朝他冲来。不行，水龙弹无法缩小了，时间到了。我痛苦地捂住右眼的能力还未冷却恢复。飞剑随即水遁大爆水冲波，瞬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水遁力量，在空中迅速形成一个巨大的水牢，囚禁住了我，且水牢里还有起爆符。我猛地一惊，什么鬼？起爆符还能放在水遁里啊？此刻我的查克拉接近枯竭，面对这连绵不断的起爆符，真的感受到一丝绝望。原本还打算凭借万花筒的能力玩死飞剑，这下子好了，自己就要栽在这里，不会自己刚刚穿越就要被炸成灰烬吧？飞剑此刻也是精疲力尽。全奈，看来是我赢了，下地狱吧！水牢中的起爆符瞬间被引爆，数不清的起爆符接二连三的爆炸。一段时间后，爆炸声渐渐平息，只见一个巨大的红色骷髅凭空出现。飞剑惊恐的抬起头，只见我竟然缓缓从深坑中爬起。飞剑，要不是有这招，我真要完了。飞剑咬着嘴唇，须佐能乎班数次在和自家大哥的战斗中体现，他如何不认识？是时候结束了，飞剑。我撤去了须佐能乎，露出了疲惫和痛苦的面容，真是差一点啊！如果不是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和对生存的渴望，在最后一刻觉醒了须佐能乎，恐怕已经被护城起爆符炸得灰飞烟灭。飞剑，我手中紧握长剑，带着仅剩的一丝力气向飞剑刺去。飞剑闪避不及，被长剑贯穿了左肩，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惊讶的表情，随后失去意识。这次是我赢了。随后我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与飞剑一同倒在了战场上。全奈、飞剑两声震天的怒吼，瞬间战场上涌现出几百号人，来者正是宇智波一族和千手一族。两族之间分别窜出两道身影，将倒在地上的飞剑和全奈带回了各自的族群中。班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浑身伤痕累累的全奈身上，他急忙问道：“全奈怎么样了？”族内的医疗忍者迅速查看全奈的伤势。族长，全奈大人暂时没事，主要是查克拉消耗过大，导致身体极度虚弱。班奈叫一个恨啊，自己还是愚蠢了，没想到全奈私自和飞剑两人进行决斗。班语气有些激动，道：“柱间，看来我们两族之间再没有和平可言了。”柱间神色严肃，对族人嘱咐道：“赶紧带飞间回族治疗，我刚刚已经给他注入了生命之力。”柱间周围散发着一种绿色的光芒，那是专属他强大的生命之源。随后语气坚定地说道：“班，你现在无法战胜我的，放弃吧。这场战争已经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们应该寻找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班，为了我们各自的族人，为了整个忍界的未来，希望你能放下仇恨，与我共同开创一个和平的时代。”班虽然有些动摇，但自己三个弟弟的仇恨哪能说放就放？柱间，你还在说什么梦话？互相理解根本不存在，你所谓的盟约实在太过脆弱，没有谁可以放下仇恨。柱间没有否认，而是淡淡：“班，我们是挚友，所以我相信我们两族可以携手共进。盟约是很脆弱，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让和平降临。如果真的有和平，千手和宇智波必须是同等的关系，一起商讨未来。”说完便带着族人离开。一周后，你已经恢复如初，思考着如果真的要和千手一族谈盟约，宇智波必须要有盟友。千手有元飞，有朱露蝶，宇智波啥都没有，无法保证一族未来的地位。这时你想到未来团藏老狗，他更是宇智波灭族的始作俑者，一个小小的族群竟然敢对宇智波一族下黑手，今天就是你们一族全部下地狱的日子。随后你便来到志村一族的族地，看着空中的明月感叹道：“月黑风高，正是杀人的好时机。”只见你双眼万花筒转动，一个拿着剑的巨大骷髅现身，剑身瞬间被炙热的火焰所缠绕，随后向前面村庄斩去。右眼中的万花筒血轮眼微微一动，火焰瞬间暴涨，化作一道冲天的火焰，直冲向志村一族的族地。志村一族忍者们惊恐望向天空，只见那道巨大的火焰如天罚一般降临，附近的建筑物瞬间被火，眼中充满了恐惧。巨大的火焰斩击已至，他们已然全部倒下。这些志村一族的忍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看到的只有你那双冰冷的血轮眼和烈火般橙红的须佐。志村整个族地瞬间陷入了混乱中，人们惊慌失措的四处逃散。然而在这熊熊烈焰的包围下，他们又能逃向何方？你的身影如同黑夜
夜中的死神。每一次挥剑都伴随着生命的陨落，剑光伴随着火焰闪烁间，一人又一人倒在地上。你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如果不行动，宇智波一族将会任人宰割，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样不仅能预防团藏老贼以后阴谋篡位，还能减去如今千手一族重要的盟友。于公于私，至村一族必须灭，一举两得。在杀掉至村的最后一名忍者后，你发现了躲在暗处的至村族长，声音低沉道：至村至忠是吧？怎么自己躲在暗处，看着死去的族人，心里没有任何愧疚吗？至村至忠愤怒回应道：宇智波全奈，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我们和你们宇智波一族向来无冤无仇，为何今日要灭我全族？你讥讽说道。谁说我们两族没有仇？不仅有仇，还是数不清的血海深仇。你们至村一族多年来一直擅长偷奸耍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算和元飞一族联盟，加入筑间所描述的村子吧？所谓的村子，只能是宇智波和千手主导，其他族群不要想着在其中分割权力。至村至忠迅速结印。风遁真空波，你右眼的万花筒微微颤抖，原本直扑而来的真空波瞬间消失在空气中。什么？至村至忠大惊失色，自己引以为傲的风遁，竟然在对方一个眼神之间就消失。诧异后迅速闪到你身后，拿着手中的苦无向你刺去。只见砰的一声，苦无刺在一个橙红色的骷髅上。就在对方惊讶的瞬间，你操控着须佐挥刀砍去，至村至忠来不及反应，随即倒地而亡。你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至村一族的上方，双手迅速结印。火遁豪龙火之术，右眼的万花筒微微一动，火龙在空中翻滚着，身形瞬间变大了3-5倍，向着底下的房屋俯冲而去。火焰所过之处，尸体被高温碳化，房屋被烈火吞噬，化作一片火海。爆炸声和烈焰火花持续了10分钟之久，整个族地已经被烧毁殆尽，只剩下焦黑的土地。就在昨晚你灭了至村一族后，随即便躺在远处树林里的大树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揉了揉有些胀痛的眼睛，试图驱散一下昨夜万花筒带来的沉重感。你很清楚，昨晚杀戮的动静可不小，很快各个家族都会收到这个消息。接着你便来到了元飞一族的族地，这时一群人拿着武器将你围了起来，叫道：宇智波全奈，你来我们元飞一族干什么？你懒得回应他们，瞬间便将他们击倒。叫你们的族长元飞佐助出来见我，不然我不介意灭了你们元飞一族。听见了你们的吵闹声，元飞佐助不久便出现，说道：宇智波全奈，你无缘无故将我族人打成这样，是不是需要给我一个交代？你轻笑一声，交代。随即你万花筒缓缓转动，瞬间掐住元飞族长的咽喉。你也想起舞吗？而后你带着元飞佐助一个跳跃消失在原地，元飞一族瞬间乱成一片。与此同时，你把元飞带到外面的山谷，随即将他丢了下来。元飞迅速与你拉开距离，他的目光充满惊讶，为什么全奈的力量强大了这么多？你的眼睛不是之前的万花筒吧？你嘲讽道。看来千手一族没跟你们共享我的情报啊。元飞面容闪过一丝尴尬，随即双手快速结印，火遁豪炎之术，一股炙热的火焰喷涌而出。你看到这股强大的火遁，右眼的万花筒猛地转动一下，刹那间，那巨浪般汹涌而来的火焰瞬间消失不见，戏谑道：不错的术，可惜威力不够看啊。元飞面色凝重，看来这是他右眼万花筒的能力，可以把我的忍术缩小。随后道：宇智波全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他实在不懂这个全奈发什么疯。你轻笑道：你们已经听说至村一族覆灭的消息了吧？那是我做的。元飞大惊失色，为什么？筑间不是在和你们一族谈和平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元飞后槽牙都要咬碎了看着你。元飞族长，不要在这里给我兴师问罪，要怪就怪你们两族想联合起来，加入千手一族，准备分一杯羹吧。但是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村子只能是宇智波和千手的，其他族群想要沾染，至村一族就是下场。听到你明目张胆的嘲讽，元飞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紧握着拳头，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这一拳上，而后一拳破空而来，直逼你的面门。太慢了！你大喝一声，单手接住这一拳，而后一脚将对方踢飞了数十米。元飞艰难地爬起，随后大喝一声：火遁天火！紧接着天空中出现一大片火焰，如同火瀑一般向你袭来。你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元飞族长，你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可惜火遁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话音未落，你脚下原本结实的土地，竟然在一瞬间变成了无数起爆符。你脸色一变，原来如此，上有天火，下有起爆符吗？这个元飞佐助还挺有本事的嘛。元飞双手合十，冷笑道：全奈，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忍术，在这爆炸声中化为灰烬吧。火遁起爆炎阵，顿时天火与起爆符的爆炸声连绵不绝。元飞此时却充满了忐忑和不安，他紧盯着爆炸的中心，期待着全奈的毁灭。突然，一道耀眼的橙色光芒从爆炸中心猛然冲出，瞬间将天火和起爆符撑开。巨大的橙色巨人出现在元飞眼前，散发着恐怖的力量和威严。巨人似乎能够吞噬一切。须佐能护，你的声音如同雷鸣般在战场上回荡。元飞看着这个橙色巨人，心中的希望也随之破灭。须佐能护代表着绝对的破坏力和防御力，在元飞看来，自己凭借最后的查克拉启动火，起爆符和天火都不能奈何全奈，已经足以说明双方实力的差距。如今面对这个橙色巨人，更是感到无力回天。元飞没有再去反抗，默默地闭上双眼，等待着最终的结局。片刻，没有想象中身体被捏碎的痛感，微微睁开眼，看到你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为什么不杀我？你诧异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要杀你？你们还不至于跟至村一族一样的结局。接下来你们便回到了元妃族内，跟元妃的长老们谈了下，大致就是村子即将建立，为了拉拢元妃一族，提出两族联姻。面对血轮眼的诱惑，他们没有拒绝的理由。知道是你灭了至村后，又打败了他们的族长，也没有拒绝的资本。随后你便回到了宇智波一族，在族内会议上把跟元妃联姻的事情跟哥哥还有族内的长老说了。起初长老们还是有意见，但在听完你的话后，立马就同意了你的决策。你对他们说道：村子建立后和平降临，但人心权力的争斗却才刚刚开始。元妃脱离千手，千手在建村之后话语权必定一落千丈。这个时候我们宇智波将会牢牢控制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而哥哥你的身后不会空无一人。你有我有我们宇智波一族，你尽管和筑坚实现少年的梦想，剩下的一切交给我。这一瞬间，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班也有些失态的看着你，满脸的柔情却带着一丝笑意。几天后，你正在享受清晨的阳光时，搬过来拿着2个卷轴扔给了你，轻声道：全奈，这是你之前让我找的卷轴，上面记录了战国早期的事。你让班找的是关于宇智波光被封印的地点。你打开卷轴看了起来，皱眉紧皱。具体位置不清楚吗？看来还得询问一下元妃和千手这两族，毕竟是他们两族封印的。有时间哥哥陪我去一趟千手一族吧，也到了该谈谈盟约的具体细节了。顺便问一下这件事。班有些疑问道：好不过全奈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感兴趣？上百年了，所谓的兵器现在还有什么用？你轻轻一笑道：传说中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兵器有一双特殊的万花筒，特别是8000矛这个特殊的能力，将来也许能帮得上忙。班略沉思说道：你是准备让他对付千手吗？你笑道：谁都不对付，只是给我们一族加个保险。而且就算他有特殊的能力，对付千手兄弟还是太勉强了。就在你思考着要如何解救这个被宇智波迫害的少女时，有族人来禀报，说千手一族派人送信来，邀请族长跟全奈大人去千手一族。你轻笑道：看来飞间跟我想一块儿去了，这次应该是要一起商量村子的事情了。哥哥，正好我们一起去千手做个客吧。很快你们便来到了约见的地点，筑坚的眼神瞬间和班交汇，带着几分久违的喜悦与期待。班，你终于来了，实在太慢了。班嘴角微抽，故作冷漠的哼了一声，转过头去，摆出一副我不认识这个家伙的傲娇模样。你捂着额头，自己哥哥现在可傲娇了，未来绝对不能让他被黑绝骨。随后你便跟飞间争执建立的各种事情，最后终于敲定了下来。宇智波的条件是：一是村子建立后，两族必须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不得仇视和监视任何一方；二是村子的第一任村长可以是千手一族，但是第二任必须是宇智波一族。而千手的条件是，村子建立后会创建一个忍者学校，要求宇智波的忍者可以作为带队老师，将自己的忍术传授给其他族群。你跟飞间谈好了后，筑坚高兴的大喊大叫。随后不出意外，村子的名字是你哥哥起的，叫木叶忍者村，村长则叫火影，这是筑坚取的名号。你内心吐槽道：一个擅长火遁，村长就叫火影；一个擅长木遁，村子就叫木叶。这两个人真是有一种不同任何人的浪漫。弄完了村子的基本框架，这些飞间则说道：火之国的大名派人来说过了，希望你们能在明年1月份正式建立村子。你回答现在是11月，这段时间我们把村子基础格局设定好，包括忍者学校和其他部门，还有后面新加入的族群安排好。村子成立初期必须要保证稳定，所以我们明年1月1日正式建立木叶村。飞间看着你有些赞赏道：好，就这么办。大哥，你们有什么意见吗？筑坚和班两人皆沉默不语。我们能有什么话说？刚刚就你们一直在谈事情，我们两个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既然两位大哥没意见，你们相互道别之后回到了族地。几天后，你很早便起来了。今天你要去寻找一个擅长封印且生命力极为强大的族群。上次和飞间谈事情，忘记问他们关于宇智波兵器的事。不过不要紧，等到找到漩涡一族后问也一样。很快你便抵达了火之国边境的海岛上，这里便是未来的涡之国了吗？随即你便向里面走去。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什么人竟然敢擅闯我们族地？我劝你最好放下武器，也许本小姐能放你一马。片刻后，你抓住了这名漩涡族的少女，紧接着一群人出现在你面前，一名红色头发的女子走出。宇智波全奈，你来我们漩涡一族有何指教？什么是宇智波一族？那个邪恶的一族。你听到邪恶一族的言论后，眼神逐渐冰冷。没想到漩涡一族也会把宇智波贴上邪恶的标签。本来还打算以和平的方式，看来今天得让你们见见血。突然人群中爆发一声怒喝：放开河奈邪恶的宇智波！紧接着扔出数枚手里剑，你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微笑。在宇智波面前玩手里剑，只见你身形微动，轻而易举的便避开，而后你瞬间出现在那名男子的身前，伸手便掐住了那名男子的喉咙。怎么你和漩涡和奈是情人吗？为了他如此不顾一切的冲出来？住手！漩涡水户的声音冷若寒霜。如果你轻举妄动，我保证你出不去漩涡的族地。这时你的笑容更加灿烂。你的小情人已经安全了，不过嘛，我发现你的头发好像不太红啊，要不要我帮忙让它变得更红一点？那名男子声音带着颤音。什么？随即你猛然一捏，男子的喉咙瞬间被捏碎，鲜血瞬间溅出。看你的头发现在更红了。此时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与恐惧，而后你如同丢弃物品般把男子丢在一旁。还有谁要逞英雄的？我奉劝你们还是识相一点。难道这就是你们宇智波的作风吗？擅自强闯别人的族地，乱杀无辜。你刚才的行为就是在对漩涡一族宣战。漩涡水户身上查克拉在这一刻猛然迸发，金色的光芒在他周身缭绕，形成了一道耀眼的光环。你不屑地冷笑道：第一，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刚才是你们漩涡一族的忍者先向我发起了攻击，我不过是被迫反击罢了。第二，你们同样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族群，手中沾染的鲜血恐怕并不比我宇智波一族少，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漩涡水户明显被
全奈说的一愣，充满愤怒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宇智波全奈，你需要狡辩。他紧紧握住手中的刀，一道锋利的刃芒直逼你而来，你长剑瞬间出鞘，与水户的刀在半空中相撞，随后你迅速结印火遁，好火灭却。右眼万花筒发动，瞬间放大火遁的威力范围，炽热的火焰迅速逼近。漩涡的族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火焰吓得面色惨白。树的范围太大了，我们该怎么办？水户大人，我们逃不掉了。他大声喝道。慌什么？立刻摆好队形结阵。随后他双手迅速展开，体内涌动的查克拉被某种力量所引导，形成了一个坚固无比的防护罩，将众人牢牢保护在内。火遁与防护罩的碰撞，空气中便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周边一切树木瞬间就被吞噬，随着烟雾缓缓散去，只留下一片焦黑与灰烬。水户脸色苍白，嘴角露出一抹鲜血，显然刚刚的防护罩已经耗尽了查克拉与体力。而水户的身后是一片倒下的漩涡忍者，有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人则痛苦地呻吟着。你冷漠地扫视着周围的景象。该结束了，我想动静闹得够大了，估计你们漩涡一族的族长应该快到了。少废话！你看着水户还要继续逞强。要不是看你以后成为千手柱间的妻子，我现在就一剑结果了你。你准备说下去时，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查克拉，顿时一道身影立于水户面前。你仿佛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你终于来了。漩涡一族的族长漩涡卢明，漩涡卢明声音有些沙哑道：宇智波全奈，今天你无缘无故地闯入我们族地，将我族人打伤，至少也该说个理由吧。我今天来真正的目的是邀请你们一起加入宇智波和千手建立的村子中。既然是邀请，不应该两族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你错了，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不是来跟你们漩涡一族商量的。好胆，连千手柱间都不敢和我这么说话，你觉得自己真的有这个实力吗？你废话太多了，老头，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了。只见一个橙红色的巨人猛然出现，让你们见识一下神的力量吧，臣服宇智波或者选择灭族。当看到橙色巨人的那一刻，漩涡卢明的后面瞬间出现一群人，原来是增援到了。随即你操纵着须佐能乎挥剑砍去，烈焰剑。随后漩涡全体人员凝聚查克拉喊道：漩涡秘术，瞬间化作一个巨大的巴掌，道能量呼啸而出。你看着这股巨大的查克拉暗叹不妙，右眼的万花筒立即放大烈焰剑的威力，斩击与巴掌相撞。你用万花筒捕捉着掌风的轨迹，看到自己的斩击逐渐被掌风覆盖。不好，你没有一点犹豫，立即再挥出几道烈焰剑，剑气在瞳力的加持下瞬间倍增。炽热的火焰剑气与漩涡一族的秘术正面相撞，漩涡一族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冲击而倒下。片刻，你的双眼已布满了血泪。只见漩涡一族的人一个个倒在地上，你看着前方视线已逐渐模糊。万花筒使用过度了，没想到漩涡一族还藏有如此秘术。你看着卢明冷笑道：你们的秘术确实很强，不过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手段？宇智波全奈，你非要闹得不死不休才肯罢休吗？难道不想去掺和你们的事也不行？族长大人，时代已经变了，无论是你还是你们漩涡一族，你们的眼光实在太过狭窄。你作为一族之长，只看到树木未看到森林，不加入我们的花灭族就近在眼前。你话说完，立马拿起剑朝卢明刺去，瞬间卢明的胸口已被长剑刺穿。这时卢明身体亮起了光芒，嘴角露出轻笑，你下意识的想要收回长剑，只见卢明身体内伸出了金刚铁链，将你的手牢牢锁住。漩涡卢明猛地大喝一声：结阵！四象八卦封印。话语落下，4名漩涡忍者各自站在不同的方位开始结印，随着他们的查克拉不断汇聚，以你们中心的封印术开始浮现。原来如此，漩涡族长，你以自己为诱饵拉着我一起被封印是吗？虽然封印术还未完善，不过足以封印你了。随着封印术的光芒逐渐消散，一道冷冽的声音突然从空气中传来：这就是你们漩涡一族的力量吗？巨大骷髅显现，紧接着肢体经脉逐渐完善，一个橙红色人形巨人赫然出现。当众人再看去时，卢明已不省人事，众人眼中满是惊恐之色，而你眼神充满了冷漠。臣服还是灭亡？驻守，我们愿意臣服宇智波。3天后，你凝视着手中的火焰，眼中闪烁着惊讶。前些天与漩涡一族战斗中，你不仅成功施展出完全踢须佐能乎，更觉醒了另一种能力，能对火焰随心所欲的操控。第3种同力火焰一速。万花筒不是只拥有2种瞳术吗？这第3种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傍晚你跟漩涡水户谈了一会，大致是漩涡卢明中了你烈焰剑，活不了多长时间。他可以给你提供封印术，能将尾兽的力量封印到忍者体内，帮助宿主使用尾兽的力量。而他的条件则是漩涡能获得跟猿飞一族的地位，从而反抗成为人柱力的命运。不久后，你跟漩涡和奈一起回到了宇智波族内。这时候班对你说全奈，前些天飞间写信说想要和我们一族联姻，我已经答应了他。你则回答道：好，两族联姻对我们有益，村子需要我们2族的力量，这样再好不过了。对了，哥哥明天和我一起去一趟千手一族，把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兵器释放出来。这些都是以前宇智波的恩怨，如今也到了斩断一切的时候。不管他是否愿意为宇智波效劳，我们都得还他一个自由。班淡淡道：这段时间我大概弄清楚了封印的方位，明天跟千手猿飞再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有漩涡一族
再解开封印，想必也是非常轻松。次日，你们来到光的封印地，元飞族长，接下来看你的了。元飞佐助手指迅速结印，土遁地动合，地面猛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一片方形的土地被硬生生的从地下升起。众人定睛一看，只见在那片被升起的土地中心，几道锁链缠绕着一名纤瘦的少女。宇智波光，你心中暗道，看来没错了，接下来就是解开封印的时候。河奈身形一闪，漩涡河奈已是出现在了封印前，他凝视着眼前的封印，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河奈毫不犹豫地开始结印，封印的力量在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河奈转身有些得意，突然沉睡中的少女睁开了双眼，双眼中显现出类似旋转大风车的图案。那少女看着你们，咬牙切齿地说道：“宇智波。”充满了无尽的恨意。一旁的筑间见状，你别害怕，我们是解开你的封印的人，我们并没有恶意。话音落下，少女眼神却突然变得更加冰冷。当她看到那醒目的千手一族族徽时，心中的恨意再次被点燃，她的眼睛微微闭上，再次缓缓睁开。阅读。筑间在少女突如其来的怒视下，憨厚的挠了挠头，温和的眼睛里满是不解。你瞪着我干嘛？少女满脸惊愣，为什么连阅读都对你无效？这怎么可能？班不屑地回答道。筑间的精神世界坚不可摧，你试图用幻术控制他，无疑是自取其辱。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并非再次将你视为工具，无论过去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你自由了。少女冷笑道。自由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你们宇智波又一次的谎言罢了。我活着每一天都是对你们的仇恨与诅咒。飞间此时眼中闪烁兴奋的光芒，调侃道：真是越来越有趣了，这都是你们宇智波一族的祖辈做的孽。闭嘴！邪恶的飞间就属你幸灾乐祸。随即少女的双眼流出一抹鲜红，天照！突然一道黑色的火焰将你们围住，飞间迅速反应过来，大哥是天照跟家具土命，他能操控火焰形态。筑间看向班，要不要出手？这是你们宇智波一族的人。班却是一脸淡然，这种程度还需要我们亲自出手吗？你内心吐槽，有这个实力还不出手，都在看戏是吧？随即你右眼万花筒猛然一颤，原本黑色火焰消失无踪。少女见状，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为何自己的天照会被如此轻易的化解？正当她心中疑惑重生之时，班瞬间出现在她身后，一记手刀打在了她的脖颈上，而后整个人瘫倒在地。筑间望着班那干脆利落的攻击，班你下手重了，她只是一个10来岁的少女啊。班队却显得满不在乎，眼神示意你准备离开，而筑间则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目光在少女和班之间来回打着，戏谑道：班，我怎么觉得这名少女和你有点像啊？而且她还是100年前的宇智波族人，不会是你的奶奶吧？班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闭嘴，筑间！宇智波族内，少女面露痛苦的表情。这时少女猛然惊醒，你醒了吗？全奈缓缓步入房间。谁？少女猛地绷紧了神经，双手不自觉地摆出防御的姿态。过去的阴影让她对所有人都保持着警惕。你不用担心，这里很安全。我叫宇智波全奈，是解救你出来的人。从今往后，你自由了。少女看着你真诚而温暖的眼睛，心中的坚冰似乎开始慢慢融化。你缓缓走到少女的身边，随后你开口道：我带你去看看如今外面的世界吧。少女的心绪还沉浸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已将她轻轻托起。片刻，你们便出现在了一片草地上，温暖的阳光瞬间洒满在少女身上，她不得不眯起眼睛，以适应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阳光照亮了她的心房，让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释放。你温柔地说道：以后你会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再也不受任何束缚。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兵器，而是木叶的宇智波光。光代表着希望与新生，这是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这一刻，少女所有的委屈痛苦都随着泪水一同倾泻而出。光趴在你的肩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她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他哽咽着，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一切。你轻轻摇了摇头。你不用感谢我们，这是你应该得到的自由。光抬头望向那片无垠的蓝天，心中暗自许下誓言，从今往后，他会用自己力量去守护给予他新生的人。而就在你把光解救出来，告诉他已经自由时，化解了他心中的仇恨。今天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大日子，牵手与宇智波忍界最强大的家族，跨越了1000年的恩怨，携手正式签订盟约，两族共同创建了名为木叶的新月村，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名字。此刻，战国和家族的时代将会走向终点。光静静注视着眼前的场景，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证这样的奇迹。这是全奈大人努力的结果吗？另一边，你轻轻地拥抱了自己哥哥，低语道：哥哥辛苦你了，去和筑间共同实现你们儿时的梦想吧。这一刻，班的眼神与筑间的目光不期而遇，彼此的心意再清晰不过。两人同时迈开步伐，向对方走去。他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两人在清澈的河边，他们初次相遇。我名叫筑间，姓氏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说，再到后来被迫站在对立面。如今两人都已站在了忍界的顶峰，成为了各自家族的领袖。儿时那个关于村子的梦想，今天终于要实现了。两人同时伸出双手，随后紧紧握住。班和平最终到来了。筑间，你经常挂在嘴边说，有些事努力就可以做到，我今天认可了。我希望好好守护好这一切。瞬间，掌声与欢呼声如潮水般汹涌。你静静地看着哥哥与筑间，这一幕对你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河奈以及光站在你的身后，凝视着前方的场景。河奈不可置信道：这就是和平吗？全奈与智波竟然能和牵手联盟啊！我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你声音平静而深邃。这个世界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偶然和必然，以及一些人做了什么。隔天，牵手与宇智波的婚礼更是将这份和平的愿景推向了高潮。1周后，牵手飞间亲自邀约你共赴
火之国大名府。木叶村的建立不仅是家族间的合作，更是他对国家未来的一次重大布局。毕竟大明阁下是火之国的领导。光随即说道：“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已闻言，嘴角不禁勾起一抹浅笑，望着光。我这次出去可是要办事的，你能跟上我们的脚步吗？而且还有千手一族的人在。光眼神中闪烁着坚定。我可以的。那就一起去吧。随后你带着光出了门。全奈，你未免太慢了吧？我们是去办事的，你带个小孩子干嘛？你冷地回应道。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啊？走路都用飞雷升空间跳跃，到处显摆你的能力。飞间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我倒觉得你是沉迷于温柔乡了。我可是听说了漩涡一族。这话如同火星落入干柴堆，彻底点燃了你的怒火。你猛地抽出怀中的长剑，直指飞间，怒气冲冲。邪恶的千手飞间，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当皮球体。飞间毫不畏惧。你还想再吃一记我的飞雷神斩就试试？光见状立即开启万花筒，手中握紧手里剑。你看见光摆出攻击姿态的那一刻，轻声说：“收起来吧，没事的。”光愣了一下，听话的将手里剑收回，眼中的万花筒依旧闪烁着对飞间的警惕。你的眉间对着飞间轻轻一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第二天，你们便到了大名府附近，坐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氛围却异常平和，与昨日剑拔弩张的模样判若两人。两人正讨论着什么，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神情专注。光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疑惑。昨天还似乎要打得你死我活的两人，现在怎么就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讨论事情了？好奇怪。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我之前在大名府附近刻下过飞雷神印记，明白了。先让影分身过去吧，让我们给尊敬的大明阁下送个大礼。你看向飞间，两人面容上同时闪过一丝冷笑。飞间双指结印，影分身之术。一阵烟雾过去，十几个分身站立在身后。飞间一挥手散去，瞬间影分身全部消失。接下来让这些大明贵族看看木叶的实力是吧？可不是吗？全奈，你迅速握住了光那细小的手，这一瞬间，周围的空间开始泛起层层涟漪，同时飞间一只手稳地按在了你的肩膀上。飞雷神之术。紧接着你们便抵达了火之国大名府，随后一名侍卫带你们到了屋内休息。这时飞间向你点了点头，突然化作一缕青烟，瞬间从原地消失不见。光眼中闪过一丝不解，疑惑地问道：“那个讨人厌的家伙，他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你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的微笑。他去杀人了。什么？光闻言脸色骤变。光，你在害怕吗？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和那个讨人厌的家伙有时候非常默契。你随后不禁说道：“我和飞间来到大名府是为了村子的未来。至于你说我和他之间有默契，硬要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宏大的目标。”宏大的目标。光歪着头，一脸不解。你缓缓说道：“哥哥的梦想实在太脆弱，我需要守护好这些。村子才刚刚建立，我不想哥哥的梦想一碰就碎。我们需要把这个村子变得更加强大，可强大的根本是金钱，这就是我和飞间此行的目的。”木叶建立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这隐忧便是村子的经济大权，这些牢牢掌控在火之国的大明贵族手中。唯有将经济的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村子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不再受制于人。梦想已经开始，而我宇智波全奈会将这个梦想真正变成现实。全奈大人，光轻声开口。这是你的梦想，还是班大人的梦想？你温柔地摇了摇头。哥哥的梦想从来都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属于宇智波每一个族人的。我想守护好这份梦想，不仅因为它承载了哥哥的心血与期望，更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宇智波一族的信念和追求。光听着你的话，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他微微低下头，眼眶中不由自主地泛起了泪光。全奈大人，我也想守护好你的梦想，守护好新生的宇智波。夜晚，你们来到了大明的府邸外。结界都布置好了吗？放心吧，我亲自检查过了，四周已布满了结界，足以隔绝任何窥探与干扰。再加上我的影分身散布在周围，今晚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紧接着，你们抽出长剑，瞬间便出现在府邸里，随后不给巡逻武士反应的机会，便将他们尽数击倒在地。你们缓缓走进大明的房间。大明见状，宇智波全奈牵手飞间，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行刺国家大明可是叛国的大罪。哼飞间听后直接把刀对准他，你不屑道：“大明阁下时代已经变了，从今往后，火之国将是木叶的，而你们这些贵族都是木叶的傀儡。”说完，你便发动了万花筒，用幻术直接控制住了大明。全奈大人，我愿意为木叶效力。飞间见状，你们的万花筒可真好用啊！第二天，你们便出发返回木叶。宇智波房间内，桌子上摆放着一堆从漩涡族送来的卷轴，上面记录了有关6道仙人的信息。你向飞间问道：“关于妙木山，你有印象吗？”飞间思考道：“妙木山，我也只是略有耳闻，那是一个传说中的地方。你为何突然对仙术产生了兴趣？”随即，你看着飞间道：“因为我渴望更强，梦想才刚刚开始。你不会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吧？”飞间。飞间低头沉默，他自然知道这种和平是非常易碎。更重要的是，他看过了漩涡一族的卷轴，更加确定了6道仙人是真的存在。那他们这一族的人呢？相对比忍者来说，他们是更加危险的存在。飞间向来是一个喜欢未雨绸缪的人，将一切未知危险扼杀在摇篮中。全奈，你想做什么？你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我想触碰万物之理，演化森罗万象。飞间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将彻底改变整个忍界的格局。随即沉声道：“给我1年的时间，我会准备好牵手宇智波漩涡的细胞，实验成功后就由你来融合，实现森罗万象。”你轻轻点头。飞间见状，全奈，你不怕我将这一切泄露出去吗？这些情报对我们牵手一族来说，同样是宝贵的资源。你就这么相信我？你看着手里的卷轴道：“我不相信牵手一族的牵手飞间，但是我相信和我一起创建村子的飞间。”飞间闻言，声音微颤：“谢谢。”